黄金时代又来了，家人们，当连蔡大妈，家人们，当连买菜大妈都开始研究 K 线图，抢购黄金的时候，你觉得黄金的盛宴是刚刚开始，还是马上就要散场？别眨眼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那个人类几千年都绕不开的信仰——黄金。有人说啊，这东西永不贬值；也有人说这不过是泡沫最后的闪光。那么当黄金价格上涨到$4000盎司，全球陷入黄金狂热，我们到底是在见证新纪元的开启，还是被老韭菜的镰刀在头顶比划比划呢？那么我们到底是在见证新纪元的开启，还是被老韭菜的镰刀在头顶轻轻的比划着呢？还是被老韭菜们的镰刀正在头顶轻轻的比划着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黄金这玩意儿，古往今来都不是一般的东西。你看《史记》有言，金者，中和之精也，天地所生。几千年前，埃及法老用它陪葬，汉武帝拿它炼丹，唐代商人靠它通关。到了今天，全球央行都在拼命往金库里囤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货币，却是有货币的祖宗。因为它看似不是货币却是所有货币的祖宗。它不生息，但它能保命。你说美元印多了会贬值，人民币涨跌有汇率风险，但黄金它永远都在那里闪闪发光。仿佛在用金色的光芒告诉全人类一句话：你们的时代我见多了。而如今这个见多了老伙计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$4000盎司全球媒体炸锅，投行上调目标价。华尔街分析师纷纷喊出$4000只是起点，未来黄金将挑战$5000。听到这句话那一刻，连菜市场大妈都坐不住。哎呀，买套房太他妈贵了，买点黄金压箱底吧，总不至于吃亏吧？于是呢，银行金柜排队，金店断货 ，APP 下单秒空。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？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？2007年股市狂热，2017年楼市失控，2021年比特币暴涨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当全民都在谈论一个资产的时候，泡沫也在快速膨胀。来看看痛点人人都想逃避通胀，但是问题在哪里？人人都想逃避通胀，但却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在追涨。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所有人都在买黄金？难道真的是避险吗？这不是说还是说他们只是怕错过下一次暴富的风口？我们得先回头看这几年，自2020年以来，全世界的钱就像被阎王打翻的孟婆汤，越印越多。美国3次 QE， 欧洲无底线宽松，日元狂泻，人民币稳中贬。央行都在做同一件事，用印钞来维稳经济。可问题是，印出来的不是财富，而是幻觉。货币多了，买的东西不变，那就是通胀。通胀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的口袋每天都在缩水。于是呢，聪明如你我就开始疯狂找避险资产。有人买房，有人买股，有人炒币。有人买房，有人炒股，有人炒币。结果被现实教育了一番。被现实教育一番。唯一没倒的只剩下黄金。于是呢，全世界的人都涌进来了，有央行、富豪、基金经理，还有大妈。那么黄金为什么能涨到$4000？
黄金涨到4000，表面上看是市场需求，但背后其实是一场国际金融大逃杀。第一，美元的失信与美债陷阱。过去几十年，美元靠霸权信用维持全球地位，可如今呢，美债高达37万亿美元，利息一年就要1.5万亿美元。美国政府债台高筑，信用评级被下调，再加上地缘冲突不断，什么乌克兰、巴以、南海，全世界都开始担心美元还安全吗？于是呢，各国央行就开始做一件事儿，疯狂买金。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，仅2024年，各国央行购买黄金超过1100吨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其中，中国、印度、土耳其、俄罗斯买的最凶。央行不是投机客呀，他们是买金，说到底就是因为不信任美元。第二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，战争、制裁、金融脱钩，这些都是黄金的燃料。越乱的时代越涨的资产就是黄金。你看，中东导弹乱飞，俄乌战火延烧，南海岸流汹涌，市场唯一的共识就是买点金压金。第三，AI 泡沫与股市虚火。与此同时，美国科技泡沫重演。AI 概念像当年的互联网梦，但真正的现金流没几个能落地。当资本发现故事难讲下去，资金就会流向安全资产。当资本发现故事很难讲下去的时候，资金就会流向安全资产，什么呢？也就是黄金了。那么当大妈都开始入场，黄金的神话难道要崩塌了吗？黄金的神话难道又要崩塌了吗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全民金热，但历史告诉我们，当大妈出手，离暴雷就不远了。2007年大妈炒股，结果呢？2008年股市闪崩，2015年全民加杠杆炒楼，结果呢被限购套牢。2021年大妈买币，结果呢币圈暴雷。如今2025年大妈又来了。如今2025年的大妈们又出山了。那是不是意味着黄金的神话也要破灭？不能这么武断但要警惕，因为当情绪代替逻辑，当市场就失去了理性。而现在的黄金市场已经有一点全民情绪化，银行的金条溢价超过5%，金市价格疯涨到每克1000人民币，但回购价只给700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买金首饰根本就不是投资，它更多是消费，不是保值。有人说我不懂投资，但我相信黄金。对，这句话没错，但问题是什么呢？你相信的是金子，还是别人的故事？再来看黄金的本质财富避险，不是发财的机器。黄金从来就不是让你一夜暴富的，它是让你在别人破产的时候还能活下来的工具。孙子兵法有云：乱世用重点，危时守后本。黄金呢，就是那个后本。比如恶性通胀的委内瑞拉、阿根廷、黎巴嫩，一根金条能换几个月的生活物资。这时候它不是资产，而是生存权。但在和平的时候黄金涨幅其实并不惊人。从1917年美元脱钩黄金以后，平均年化收益率6%至8%，听起来还不错，但远低于美股或者房地产。也就是说，黄金能守财，但不能生财。那我们身在此时又当如何？那我们身在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又当如何？现在问题来了，黄金涨这么高，到底该不该买？答案是要看你是谁。如果你是普通人，可以配置一部分，比如总资产的10%至15%，
目的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对冲风险。尤其是在全国货币贬值、地缘风险上升背景下，黄金能让你心安。如果你是投资者，重点是看趋势与周期。短期内黄金涨幅过快，有回调风险。长期来看，若美债危机持续，美元体系动摇，黄金仍然有上涨的空间。那换句话说，涨太快要小心，跌下来才值得买。第三，如果你是投机客，那你要记住一句老友记的，那你就得记住大招的忠告：吹牛逼它不上税，但被套牢那是真疼啊！金价越高，风险就越大，别被情绪带着跑。那么继黄金之后又是什么？黄金固然重要，但它不是唯一的避险港湾。未来10年，我们可能会看到新一轮的财富避风港轮替，去美元化体系下的人民黄金双锚脱钩，去美元体系下的人民币黄金双锚结构，数字货币与央行 DCEP 体系、战略资源稀土、锂、铜的价值重估。未来财富格局关键词就是物质化、去信任化、区域化，而黄金呢，就是这样，而黄金呢，就是这场棋局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老将。黄金的目光不在金。最后我们要知道，黄金的目光不在于金，而在于人的眼光，而在人心。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。太多人被金光刺了眼，却忘了看清方向。黄金的本质不是金属，而是人类对安全的执念。它涨不是因为市场聪明，而是因为人心惶恐。当全球陷入不安，黄金就成了信仰。但信仰不是财富，财富属于那些看清恐惧本质，却不被恐惧支配的人。所以兄弟们，当你看到买菜大妈都在买金的时候，记住老友记一句话，记住大招一句话：兵无常形，水无常势，市场无常理，唯心中有定。4000美元不是终点，也不是起点，那只是人心贪婪与恐惧的一个中转站。黄金的顶不在银行，不在金条，而在你识破人性的最后那一刻。而在你识破人性后的那一刻。